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保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普京允许媒体公开批评军队，开明的做法，他将获得更大的支持。10月6号，西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公开报道了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撤退或失败，并且对俄军高层甚至是普京本人提出了批评。其实呢，俄罗斯媒体上出现这样的批评声音并不奇怪。俄罗斯不是美国，没有那么严厉而残酷的新闻管制，战场形势是如此严峻呢，新闻媒体质疑一下军事行动的组织或指挥，甚至质疑普京本人，这都是很正常的。而且即使从西方的负面报道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俄罗斯人对这场战争是支持的，多数反对意见的提出都是为了打赢，而不是所谓的反战。比如说议会下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卡特波洛夫公开批评俄罗斯国防部报喜不报忧。他说我们必须停止撒谎，俄罗斯人并不愚蠢。还有俄罗斯研究人员表示，政府高层就如何赢得这场战争呢，展开了巨大的辩论。现在军队的表现很差，政府正在寻找可以挽回局面的人，并努力要求普京寻找其他解决方案。从这样的舆情来看呢，如果西方指望普京政府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倒台，那恐怕是痴心妄想了。连西方媒体自己也担心，这是俄政府制造舆论，准备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或中心城市，以消灭乌克兰的战争潜力。当然了，普京本人受到国内舆论的一些批评，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著名的俄罗斯 RT 电视负责人玛格丽塔·西蒙扬在电视上公开表示，当我们谈论混乱、局部动员、红利曼失守的时候，我们的总司令知道吗？普京知道吗？我认为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非常理解。这样的舆情呢，给俄罗斯的局部动员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2个星期之内，俄军就完成了20万人的动员。同时，俄军开始从远东军区调动兵力兵器，向西机动，有可能投入乌克兰战场。还有人在铁路线上拍摄到了俄军大量的调动伊斯坎德尔导弹的发射车。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一轮局部动员基本上还是顺利的。俄罗斯民众是支持的。至于有一部分俄罗斯人不愿意服兵役逃离俄罗斯，这部分人的节的数量虽然不少，西方报道呢说有30万人，但俄罗斯是有 1.4 亿人做分母，占比也确实是微乎其微。顺利的动员是支持也是压力。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军队能不能利用好这个机会，不辜负老百姓的支持和期待，把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扭转过来，这是普京面临的大问题。目前俄罗斯已经宣布根据公投结果，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4个州已经加入俄罗斯。虽然其他的国家并没有承认，但俄罗斯的民众已经认为这4个州是本土了。可是乌克兰军队一直在持续的反攻还占领了4州的大量的土地。如果按照俄罗斯的国内法，这应该算是乌克兰侵略俄罗斯了。所以呢，俄罗斯电视台的主持人在连线采访一名前线军官的时候问昨天我们在赫尔松地区失去了16个定居点，今天我们会失去什么？要是想对国内的舆论有个交代，不但要阻止败退的趋势，还要组织力量反攻，至少把这4个州的领土完全控制住，否则就算是国土沦丧了。从目前俄乌两军的战斗力对比这个任务的难度是应该说是相当不小的。10月7号这一天是普京的70大寿。普京在和军方举行了非公开会议之后允许官方媒体向俄罗斯人讲述俄军在乌克兰的战败。所以最近俄罗斯媒体报道乌克兰战争的口径是大大放开，甚至是允许媒体批评俄军的失误。这一切当然与普京有关。这些天俄罗斯的媒体言论开放而且大胆，其实是普京亲自拍板决定的，这充分体现了普京的自信和笃定。无论是西方的诋毁谩骂，还是自己人的批评质疑，都掩盖不了普京对抗西方的伟大功勋。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